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时如何表达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听起来很有趣哦。就是你想给朋友买礼物，但不知怎么描述。哈哈，这太真实了，我经常遇到。我上次想买个有新意的杯子。有新意，这个词真难解释给店员。对啊，我说了半天，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很普通的杯子，是不是这样？差不多。最后我只好指了指架子。所以，购物时表达真是个大学问。是的，尤其当你要求比较特别时。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吧，购物表达。怎么样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呢？对，从最简单的问价钱开始怎么样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应该都会吧？哈哈，这是基本款，肯定会的。但有时候店员听不懂你的意思。那你得指着实物说，这个多少钱？没错，肢体语言很重要。还有颜色。对，比如有没有别的颜色？或者这个红色的还有吗？问数量，请问还有多少个这种？有时候我想买大一点的尺码。那就说有没有大一点的？小美，那如果想说这个不要太甜呢？这个有点高级了，可以说少糖。少糖，明白了，这个很实用。还有这个可以便宜一点吗？哇，这个是精髓，必须学会。但要说的委婉一点，带着微笑。确实，语气也很关键，不能太生硬。还有一些细节，比如问材质。材质，哦，比如衣服的料子。请问这个是什么材质的？哇，这个就有点挑战性了。是啊，所以表达方式有很多种。有时我只想知道有没有现货。那就问，有现货吗？简单明了。简单直接反而更好理解。还有比如我想看看那个。指着说，加上那个就行了。购物时，清晰是第一位的。看来多练习是唯一的办法。没错，大胆开口，不用怕说错。说错了，店员也会帮你纠正的。对，他们也很乐意帮助我们。购物体验会因为沟通而变得更好。学习购物用语真的很有意思，而且也能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。最重要的是要自信地表达自己。没错，下次再聊更多购物趣事。哈哈，说到趣事，我突然想到。哦，什么趣事？快说说。如果我想问有没有别的颜色，可以说有其他颜色吗？对，或者这个有蓝色吗？很具体，店员能立刻明白。还有尺寸，我总是搞不清。请问有大一点的吗？或者小一点？啊，这个很实用，我老是忘。尤其买衣服鞋子，最常问。有一次，我想买条裤子。结果怎么样？遇到困难了。对，想问能不能试穿，不知道怎么说。
哈哈，这太常见了。最后只能指着试衣间，店员才懂。其实很简单，可以说我可以试穿吗？哦，原来是试穿这个词啊。没错，这个词非常直接好用。我记住了，以后不怕了。有时甚至店员会主动问你。确实。那如果想问打折呢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中国人很喜欢。是啊，不问就感觉亏了。最直接的是有打折吗？或者是可以便宜点吗？对吗？对，但打折更正式普遍。明白了，那大家觉得在什么情况下用便宜点比较合适呢？比如在小市场或砍价时。大商场一般不怎么砍价。哎，说到砍价，有一次我去了批发市场。哇，那里砍价是门艺术啊！我看中一个包，问价格有点高。你怎么说的？用了什么技巧？我就说太贵了，能不能少点？店主反应怎么样？给你降价了吗？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就给我打了7折。哇塞，厉害！这个7折就是文化洞察，7折就是原价的70%。没错，中国打折是反着算的。真的很有趣，跟我们那边不一样。购物中还有很多这种表达。比如买完东西要打包呢？请给我打包或者袋子。还有退货换货，那个更复杂。哈哈，那个确实是另一个大话题。对啊，涉及到理由和规则。下次我们专门聊聊退换货吧。听起来就很烧脑，但也很重要。没错，那会是更深层的挑战。没错，那会是更深层的挑战。不过普通购物也有小细节。比如你说这个东西不合适，我通常会说这个不太行。或者有没有别的款式啊？对，还有能再便宜点吗？哈哈，这句是万能的。但也要看你买什么东西。遇到那种古董店就不能随便说。哦，那确实有点尴尬了。我有次买衣服，想问尺码。然后呢？尺寸有很多种说法。我说了大号，结果很大。哈哈，你可能要说加大码。哦，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分。是啊，服装店里挺常见的。有时还分均码和码数。均码就是不分大小的。对，感觉这种分类很神奇。特别是网购时要看仔细。没错，那说到质量呢？哦，质量问题也很关键。比如货真价实这个词。听起来就是好的意思。大家觉得它是什么感觉？哇，好像是说东西很实在。对，它背后还有个意思。是指这个东西值得它的价格。很多店主喜欢用这词。强调诚信和品质吗？说到诚信，我想到一个事。什么事？跟购物有关吗？有一次我买水果，问新鲜吗？他们肯定说新鲜啊，哈哈。对，但我想问的是产地。
哦，那你要直接问哪里产的？或者是哪里的特产。问产地能反映很多信息。是啊，比如运输成本什么的。还有当地的风俗和文化呢。真的，一个小问题大文化。还有那种要送礼的情况。哎呀，送礼就更复杂了。不仅仅是价格，还要看寓意。比如不能送钟，就是送钟。对，这涉及到很深的文化禁忌。中国的送礼学问太大了，而且地域差异也很大呢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个更难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在菜市场如何跟大妈砍价？哈哈，那个绝对是高级挑战。那得掌握很特别的表达方式。真的，下次我们得好好聊聊。那可是实战经验的精华。是啊，得好好学几句。比如老板，这个能便宜点吗？太直接了，老板会笑你的。哎呀，你得告诉我秘诀。得先夸商品，再问价钱。哦，先建立情感连接。对，比如你这菜真新鲜。然后小心翼翼地砍价。还要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样子。真是门艺术，我试过几次。试过效果怎么样啊？有时候行，有时候很坚决。关键是语气和眼神。眼神？还得演戏不成？哈哈，就像老朋友一样。那买东西能假装熟人吗？试着套近乎，说几句方言。哇，这难度又提高了。比如说，老乡，给个实在价。我可没那么厉害，学不来。不过真心交流也重要。是啊，人情味很重要。话说回来，你遇到过推荐？那种热情推销的。如果不喜欢，怎么拒绝？我会说我先随便看看。有人会说不用了，谢谢。但直接说不，有点生硬。对，中国人讲究委婉。避免让对方感觉不舒服。没错，就是情面嘛。我有次在小店，店主送礼物。哦，你当时接受了吗？当时有点不好意思拒绝。怕负了人家一片好意。对，感觉那也是一种表达。那你后来怎么处理的？我收下了，但买了更多东西。哈哈，这叫礼尚往来。也是中国人情味儿。确实不是简单买卖。那么，你觉得当别人说什么呢？随便看看嘛。对，店员该怎么回应呢？这背后有很多考量。没错，不打扰是重智慧。但又不能显得不热情。哎，这真是个微妙平衡。尤其是处理退换货的时候。哇，那简直是终极挑战。是啊，尤其是有瑕疵的时候。语言就得更委婉了。不能直接说这个东西不好。对，要先表示理解对方，然后再提出自己的问题。麻烦您看看这个就很好。
我有次退货，很紧张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成功了吗？店员特别好，帮我换了。哇，那真是太幸运了。我还说了好几句谢谢呢。中国人很注重礼貌，小心翼翼地解决问题。那么，说到砍价，你觉得呢？砍价也很有意思的。对，不是所有店都能砍。有的店一口价就不行。但有些小店可以试一试。我一般会问最低多少。我会先说太贵了点儿。哈哈，然后等他降价。有时他们会给你一个惊喜。你知道讨价还价吗？知道，就是来回商量嘛。这个词特别生动形象。反映了那种拉锯战。咱们买东西其实也在建立关系。是啊，不只是钱的问题。所以说话要特别讲究。尤其是一些人情世故。比如买完东西说下次来。这也是一种社交礼仪了。那么，你觉得在网络购物中，哇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对，语言沟通更直接，但也容易产生误解啊。我觉得在网上砍价，大家会怎么说呢？这个问题可真有意思。有些人会直接发表情包。哈哈，那也算一种表达。但客服可能不买账啊。说到网络，下次我们可以聊聊那些复杂的售后问题，比如直播带货时的沟通。还有遇到职业差评师呢。哎呀，那真是更难了。没错，需要更高明的智慧。哈哈，这话题可太大了。我们下次再慢慢聊吧。好啊，特别期待哦。是啊，购物中的学问真不少。尤其是那些特别的说法。对，比如砍价时的套路。你有没有碰到过高手？当然有，一句顶好几句。哇，那我要好好学学看。他们会说最低多少钱，或者还能再优惠点吗？这都是比较直接的表达。还有比较委婉的说法呢。比如老板给个友情价。哈哈，这听着就很亲切。还有老顾客了，照顾一下。这些话术真是有趣啊。能拉近买卖双方的距离。确实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不仅仅是价钱的问题哦，更是人情味儿的体现呢。是的，购物也是一种社交。和人打交道真是门学问。没错，需要懂得察言观色。尤其是在实体店里面。眼睛和表情也很重要呢。难怪有人是砍价高手。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强。不止词汇，还有语调变化。对，语调能传递出感情。这也是一门沟通的艺术。购物中的小智慧不少呢。今天真是学到很多知识。尤其是那些巧妙的表达。感觉购物也变得更有趣了。是啊，不只是买东西而已。还能体验不同的人情味。这样的交流真让人开心。
对，沟通的魅力无穷大。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呢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大明。是的，感觉意犹未尽呢。但我们今天的分享要结束了。聊到购物表达，我最爱那些有温度的词句。我也觉得，语言的力量远不只是价格，它能让买卖变得更有人情味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在购物时有什么妙招吗？或者印象深刻的购物经历，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。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哦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文化差异下的沟通。期待与大家空中再见，拜拜。